大家好啊！今年苹果秋季发布会已经宣布定档在9月10日了，也就是说，每年苹果最为重磅的产品新款的 iPhone 即将很快和大家见面了。大家都知道啊，近几年苹果的保密工作基本上是处于一个裸奔的状态呀，不像以前乔布斯时代会有一个专门的监控团队，对工程样机和供应链的保密那是相当的严格啊。早期的苹果发布会啊，那是真的有发布的，是有惊喜的。One More Thing 是真的是有 One More Thing 的呀。而如今苹果发布会嘛，更多是看个热闹，例行公事。该知道的信息啊，包括外观、配置、规格，甚至价格啊，在开发布会之前，媒体们都已经摸得一清二楚了。今年的 iPhone 17系列啊，也不例外，很多细节信息大家基本上已经知道了。据我了解，华强北啊都已经在干活了。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我们站在一个消费者的视角啊，来和大家前瞻性的分析一下，在外观大改、全系高刷、自研基带的情况下，今年 iPhone 17有哪些期待和看点呢？能否迎来一次大卖呢？它会对于其他国产厂商造成多大的威胁呢？首先，从产品本身来说，今年的 iPhone 17系列可以确定会推出 iPhone 17基础款、17 Air、Pro 和 Pro Max 4款机型，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原来的 Plus 版本会被全新的 iPhone 17 Air 系列取代，不仅厚度会大幅降低，还会首次搭载 C1 基带。横向对比 iPhone 16E C1 的表现啊，虽然与高通 X71 在极端速率和信号稳定性上是有差距的，但是呢，考虑到17 Air 2800毫安时的电池容量， C1 基带对于续航优化的提升呢是有显著作用的，一天一充问题不是特别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线下去体验过三星的 S25 Edge， 如果你喜欢大屏加轻薄的手感， iPhone 17 Air 整体的握感可能和三星近期推出的 Edge 系列会是类似的。不过我个人对于这种超薄直屏比较无感。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由于 Air 5.5 毫米的机身，四项模组横置， iPhone 17 Air 大概率会将 eSIM 作为唯一的连接方式。我们知道，由于过去空中写号、运营商竞争、计费系统规则、内部博弈等一些特殊问题，也导致 eSIM 在国内一直难以推动。不过呢， eSIM 总归是趋势没有必要和趋势对着干嘛。特别是对于一些高端用户、商业人士、旅行者，包括我自己这种经常换设备的，经常找不到这个卡针导致我总是找我老婆借耳钉来换卡。这方面呢，eSIM 的优势还是很显而易见的。我个人感觉，今年下半年三大运营商对于 eSIM 业务，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省市应该会借 iPhone 17 Air 这个东风逐步开放 eSIM。那么接下来就是万众瞩目的 iPhone 17 Pro 和 Pro Max 了。新的 A19 Pro 芯片肯定会上的，将采用台积电 N3P 工艺，替代前代的 N3E， 这属于常规升级了，估计 CPU 和 GPU 的性能提升不会很大，能感知的主要还是能效比这一块会有提升。当然，这次17 Pro 据说苹果会首次加入 VC 液冷技术，内存也将从 8GB 提升到 12GB。 简单来说目标客户很明确内存和散热的提升对于游戏玩家，特别是包括像我这种偶尔拍拍视频、搞直播的 UP 主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毕竟散热稳定高于一切。而对于普通用户而言， iPhone 17系列最大提升可能就是外观了。这也是从 iPhone 11 Pro 系列以来首次改变了背部的摄像头布局从三角阵列改成了全宽摄像头条形设计。说实话，这和去年谷歌 Pixel 的设计元素是有点像的。对于苹果而言呢，确实也算是外观大改了，主要还是提升辨识度最大的作用就是告诉身边的朋友们我用的是最新款的哟。如果要说这次17系列最大的升级我个人感觉反而是 iPhone 17基础款，虽然外观变化不大，但是 Promotion 高刷终于是下放了，这算是弥补了历代基础款最大的一块短板。一旦用上了120赫兹高刷屏，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这其实也就意味着基础版本的日常使用体验会无限接近 Pro 版本，而且小屏的手感、稳定的续航、未阉割的影像，个人感觉比所谓为了轻薄而轻薄的 Air 系列会是更好的选择。当然，对于基础款而言最关键的还是要看价格后续的价格走势，如果能够比较快的
看到5000档以内，那么对于安卓阵营的竞争压力会非常之大。是的，我介绍这么多，是否意味着 iPhone 17系列在中国市场将会引来大卖呢？恰恰相反，我觉得苹果目前在中国市场虽然这次 iPhone 17产品上有诸多亮点，但是依然还存在一些根本性的挑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从3个层面和大家简单分析一下新款 iPhone 的市场前景。首先是大环境的层面，根据 Counterpoint 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全球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同比增长了 1.9%， 而中国大陆市场则仅增长了大概 1.4% 左右。我们要知道这还是近半年来持续国补包括以旧换新大促的背景下取得的一个成绩。不可否认在如今的整个经济环境下，大家整体的消费意愿是趋于保守的，特别是高端消费群体是明显在萎缩的。说实话，如果不是由于国补，智能手机市场其实是一个不断在萎缩的市场。简单的道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多久没换手机了？我是有几年没换了，真的是没有换机的动力根据 IDC 的数据，在2020年全球智能手机的平均换机周期是大概 2.1 年，而到了今年这个数据已经增长到了 4.1 年，也就是说整个换机周期几乎延长了1倍。虽然今年 iPhone 17系列确实有诸多亮点，基础款上了高刷， Pro 系列外观大改，但是整体依然属于常规升级。在今年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据说苹果全系还要上涨$50，这更会让人囊中羞涩了所以在这个背景下， iPhone 17系列的升级加上再度涨价，确实可以看出它更倾向于吸引那些已经到达换机周期的苹果老用户、苹果老果粉整体的定位更加倾向于稳住苹果的基本盘，而非带来爆发式的新用户的群体的一个增加。然后第二个层面，从产品力角度，毫无疑问 iPhone 17系列的产品力依然会是低档的 T0 级别的，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只是这个差距确实已经没有早些年来的那么大了。近几年国产厂商也一直在进步，几乎和 iPhone 形成了一个贴身肉搏的状态，卷 AI、卷拍照、卷体验、卷系统，华为在软硬协同上发力， vivo 在影像视频方面奋起直追，小米甚至把芯片都转出来了。简单来说目前安卓旗舰的产品力与 iPhone 的体验差距是在不断缩小的。要知道在过去iPhone 是和乐高一样，在早些年是一骑绝尘的一个硬通货，但是从今年 iPhone 16开始苹果提前发布了 DJ 计划，将 128G 版本硬撑到5999，拿国补，取消 APR 的补贴等等这些动作确实发出了一个很强烈的信号， iPhone 在产品层面的市场优势正在被逐步削弱。苹果在中国大陆已经开始放下身段了，采用了更加灵活和多变的一个策略来维持住竞争力。最后第3个层面，它比较敏感，但是也非常关键。是的，由于中美贸易谈判未有定数，关税战苹果又处于一个风口的位置，为了规避风险，苹果主动采取了中国加1的策略，加速将部分产线转移至印度。近期库克为了示好，又拿出了全新的美国制造计划，这导致苹果的处境今年一直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位置。舆论环境，中美两头承压，消费者的情绪，供应链的变动等等，充满着不确定性。最为关键的，现在鸿蒙系统又处于一个最关键的攻坚阶段，即将发布的 Mate 80系列将搭载 HarmonyOS 6.0 系统，可以说华为正在孤注一掷。Mate 系列会是局场的一次绝地冲锋问题是 iPhone 17系列与 Mate 80系列的价格区间整体的定位又是高度重合的，所以随着之后 Mate 80的上市，这必定不仅将是产品层面的竞争，甚至会成为整个生态系统抢夺用户心智的一场终极大战。那么我要问的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舆论环境下，市场会不会让一个美系品牌真的卖爆了呢？
我觉得这将是一个非常微妙且具有艺术性的问题。最后呢，我们要理解苹果，其实更应该去关注它的战略，而非简单的参数和配置。产品层面的内容更多是术，而不是道。实际上呢，随着智能手机整个产业硬件创新的边际效应确实已经出版了，在当下科技生态 2.0 的竞争格局下，美国7巨头里面其实 NV 和谷歌是领先于其他5家整整1个身位的。如果你关注今年的苹果 WWDC， 可以看出苹果从上至下对于 Apple Intelligence 的态度是高度一致的。从今年开始，苹果的战略其实已经发生了重大的一个转向，从小模型研发、混合式云端计算，包括与第三方大模型合作的姿态，说明苹果的整体战略定位开始从软硬件的功能迭代，正在向着终端 AI 平台构建的方向转型了，而且这个意志是非常坚决的。如果我们细心观察，会发现苹果 AI 侧的战略逻辑，它的切入点并不是要成为算力霸主或者通用模型说塔为目标，而是更加专注端侧 AI 体验的极致化。是的，过去每一年我们消费者关注 iPhone 的新系列，可能会更加关注更强大的芯片、更高参数的摄像头、更大容量的电池，而未来每一年 iPhone 新系列的迭代和更新，可能大家更应该关注的是 iPhone AI 服务的更新，系统层面 AI 跨应用的协作，个性化场景 AI 的应用和落地等等。从最近苹果宣布与 Gemini 合作 Siri 的全面升级，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的。而今年在大陆地区有一个不好的趋势苹果与阿里的 AI 合作项目正在受阻，据说还受到了中美两方的一个审查和监管。那么苹果 AI 服务的持续缺位，等于是切断了苹果未来的重要的一个发力点。从这个角度，苹果在中国市场面临的挑战已经从前简单的一个产品的竞争上升到了 AI 生态与监管层面的一个竞争。是的，今年的 iPhone 17系列会是一个大年，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它也面临着非常多现实的一个挑战。那么大家看好今年 iPhone 的市场前景吗？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想和我继续交流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我们大家可以展开更多讨论，大家留言我都会去看的。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大家对前沿科技和技术话题感兴趣，欢迎关注我的频道。那么朋友们，我们下期视频再见。